有没有海湖庄园被搜查这件事情，特朗普王者归来是必然的。但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很有可能加速特朗普回到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所以这样呢，特朗普就可以把现在一切针对他的这个民事啊和刑事的调查，说成是民主党对我的政治迫害。当然了，美国宪法是吧，只是对一个人的任职年龄出生地啊，在美国待了多久啊这些东西，他做了硬性规定，但并没有规定是吧？你犯了罪不可以当总统。所以在就任总统任职资格这个问题，如果要打起官司来，最后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估计也是不了了之。其实啊，特朗普海湖庄园被搜查的这个时间点也非常值得关注。请教一下张先生，您觉得这个 FBI 选择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对特朗普出手，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说一种巧合？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次为什么共和党人反弹如此激烈，他们就是觉得这是民主党人给特朗普、给共和党挖的一个坑。那么，这是为了重现过去在选举期间所制造的所谓黑天鹅事件的这样一种策略啊。我们知道，在2016年，在临近大选时 ，FBI 这个开启的关于希拉里的邮件门的调查，一定程度上是成为压倒希拉里大选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在这个时候，它显然不是一个巧合。但是我们如果说他是不是为了中期选举而特别设计呢？我觉得恐怕也不尽然，他更多的是借助这样一个时机，顺水推舟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就在上周啊，共和党内最高调的特朗普反对者利兹切尼在中期选举初选当中惨败，这是否意味着在共和党内反特朗普的势力正在走下坡路呢？特朗普站台的背后实际上是有他的策略的。他的策略就是选择那些胜选可能性更高的候选人进行背书，所以特朗普的背书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而这种成功率高的背后是基于对于各候选人竞选成功率的这样一个计算，所以他无非就是把注压在了相对赢面更高的候选人身上。另一个方面呢，这些候选人如果持续的靠特朗普上台，那么他将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共和党整体的进一步的偏激，进一步的激进，这对于美国国内，尤其是美国民众而言，共和党的形象将出现更大的程度的逆转。那么《华盛顿邮报》上次搞了一个排名，特朗普现在在2024年的这个候选人的这个名单里面，他是处在第1位的。而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他们又搞了一个名单，这次名单上面的就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现在处在第1位，而特朗普处在第2位。特朗普现在竞选2024年的这个支持率差不多是在49%左右。那也换句话说，有一半的共和党人也是实际上不希望他出来参加2024年大选的。周先生，您觉得这一次民主党还有翻盘的机会吗？如果在这一次中期选举当中失败的话，会对美国未来的政治产生什么样影响？一般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这个统计数据表明，是吧？总统所在的执政党在这个中期选举中一般都会输掉一些议席的。如果总统的支持率在42%左右，那么这个党众议员的席位可能在中期选举中丢失掉28个左右。而目前众议院那这个民主党只领先9个议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这个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是凶多吉少。另外一个呢，更重要的是什么？2020年的时候，美国搞了一个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重新分配了，根据人口的比例重新分配了一些联邦众议员的这个席位的这个指标。民主党大本营啊，像加州啊、纽约州啊、伊利诺伊州啊，它都减少了众议院的席位，而共和党占优的佛罗里达州啊、亚利桑那州啊、什么德克萨斯州啊，都相应的增加了席位，这个就显然对共和党是有利的。特朗普身边的知情人士就透露说，特朗普将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并可能比原计划呢更提前宣布参选。不过呢，我们知道目前的司法部对特朗普的调查是穷追不舍，他能够成功参选的几率还大吗？他能够再次成为美国的总统吗？周先生。
有没有海湖庄园被搜查这件事情，特朗普王者归来是必然的。但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很有可能加速特朗普回到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所以这样呢，特朗普就可以把现在一切针对他的这个民事和刑事的调查，说成是民主党对我的政治迫害。当然了，美国宪法是吧，只是对一个人的任职年龄出生地在美国待了多久这些东西他做了硬性规定，但并没有规定是吧，你犯了罪不可以当总统。所以在就任总统任职资格这个问题，如果要打起官司来，最后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估计也是不了了之。近期，拜登和特朗普均透露了参加2024年大选的打算。以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呢，他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应该是不困难。届时美国很有可能出现78岁的特朗普和82岁的拜登的2度对决。为什么美国会陷入这种老人政治的奇怪局面？这将对美国的社会以及政治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国从各个角度上来讲，都是一个论资排辈的一个政治国家它的政治家族、政治人脉，包括金钱政治的影响都非常大。而选举制度本身又使得很多选区成为安全选区，所以导致很多的候选人可以无限次的连任，最后就出现的就是大量高龄的政客。另一个方面呢，由于新老交替没法进行，导致大量有才能的人上不来。关键是这一批老人，他们都是冷战的移民，思维僵化，总是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是吧？对新科技、新经济这些业态缺乏深刻的了解，对世界的认知还停留在过去，不知不觉中就把美国带入到新冷战之中去了。这一点，我想我们中国人体会的是更加深刻的。那么从我个人认为，未来美国的政坛的可能的大趋势就是什么？就是政党轮替的速度会越来越快，4年一轮回的这概率在大幅的增加。美国内外政策的这个将来的这个不稳定性和冒险性将进一步上升，不仅对美国，而且对世界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情。